也不大的话，你可以选择黑框眼镜，你知道吧？但是如果你眼睛小，而且眉毛很稀疏的话，你就戴那种半边框的，就是猫眼眼镜，或者说戴那种金丝边眼镜，显得有贵气。有没有看过《无间道》？无间道2》里面那个吴镇宇演的那个李永孝，就跟他戴的那个眼镜差不多。看过吧？应该挺经典的。怎么判断女生是不是专一靠谱？怎么判断？哪里啊？这个啊，你找个优质男去试验他一下，好吧？哎呀，其实这个东西不用看，时间到位了，自然会水落石出的。到时候及时止损就好了。哎，我觉得有些东西，就是各位兄弟还是得来到线下，来到门徒，可能才能学到一些东西。我觉得有些，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这么误会我，你知道吗？有很多人你知道他认为我是叫低分杀手，就是他认为，比如说我接触的很多女生，或者我给大家分享的很多理念，都是找那种没脑子的什么上 K 的女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知道吧？但是他殊不知，其实你的领导，或者你爸、你叔、你的上司的上司的上司，他们都在找这些女人。工资奖。哎呀，你看过那个电视剧吗？很经典的，就是那个《奋斗》。奋斗就是北京为背景的，文章演的那个。文章你知道，他当时很崇敬的一个对象是谁吗？是他的老板。就文章演的那个人，他是一个程序员，他很佩服他那个总监，觉得他码代码的技术很牛逼，是他的领导嘛。然后他有个对象，是他大学的时候认识的，长相还可以。你知道他那个领导，有一个更大的领导，就是宋思明，就是那个人演的，那个宋思明就是他的领导的大领导，你知道去追谁了吗？追他的女朋友去了。最后他女朋友就被挖墙脚了。这个故事，这个开揽胜的那个，对，当时以一己之力把揽胜的销量都给拉高了。就是很多哥们儿，你根本不知道，你这偷着乐吧。有的哥们儿他的女朋友根本你就配不上他。说实话，我在路上看到你的话，就是你根本想象不到他能链接的男人有比你牛逼到多少。你还不学习，你还在这就是觉得自己无所谓的啊！真的就是你只能等你40、50岁的时候再去想办法弥补你青春的遗憾了。第一，2个准则：第一，顺人性，不要逆人性；对。第二，不要营销，因为不想在就是差点意思的人身上浪费1秒钟时间，不要做这种事情。我们的客户不是这些人。我现在是懂得一个道理，一定要顺应人性，无论是对男对女，对老对小，所有人都是这样的。这还是教播音主持的，教播音主持呢啊！对，有人说我这个口才比较好，表达能力比较好，是因为学了播音主持。播音主持是让我说话字正腔圆，是那个用硬腭发音什么的，吃丝什么，对，平舌音，对，卷舌音，对。喜欢原来的我，那一样的，我觉得有什么区别？什么叫原来的我？那一共就2周没有直播，能有什么大变化呢？一直都很正能量。不是，我觉得你看到，比如说现在的电影，上个世纪90年代的电影，港台电影，是不是现在大陆是一定不会审核通过的，对不对？那一样的，但是现在能不能出好电影？当然可以出了。哪吒2是不是好电影？对不对？还是梅开美颜好看？现在就梅开美颜啊，对，梅开美颜就变成颜粉了啊！对，公子彻底抛弃那个啊，对，能不能形象？我跟你讲，脸这个事情，我直接就外包给这个咨询师了，因为我直接是在抖音上找了一个200万粉丝的医美博主，我是经过几个正妹给我推荐的，就是我认识好几个高颜值的女生都在他那儿做过，跟我沟通的就是非常认可她的审美。那我看了一下，这个女生年纪大概在38岁左右，早年她也是一个丑小鸭变白天鹅，曾经在
国外卖过奢侈品，后来是因为一条视频爆火，然后转变成这个医美咨询师的。然后他的这个成长经历让我觉得，然后我当时去医院面诊的时候，我就被她的穿着打扮所吸引，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有品味的女人，然后我就让她给我设计，大概花了10万块左右啊，调整了一下，我觉得她的审美很在线。各位兄弟记得啊，医美有一半的钱是花在审美上，咨询，对，是确定怎么做啊，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个材料前后差距没有多少，材料是成本价很低，对，还有那个医生打针的手法什么的，我觉得都大差不差，他只要有专业的资质啊，不会有太大的区别的。对。然后这个脸的话，我基本上是这个我当时是找了3家医院，我光咨询3个地方花了大概7000块然后确定我要动哪几个部位，微调嘛。然后我自己每一个咨询师，我除了问他脸上怎么动，我还会问我的穿着风格啊，我的就是我会让他给我找一个对标网红和对标明星，问他看到我的第一印象大概是像哪个男生、哪个明星、哪个种风格，然后我去走这个路线。那包括我的发型啊，我的整个就是。我觉得我的形象你是学不来，你只能听到我一些建议，因为我每次买衣服基本上要以4个小时为单位，我是反复的试，就像这件衣服，我当时大概试了将近20件衣服才买了这一件，逛了4家品牌，试了20件衣服，来回的挑，来回的试，这个过程是你不是正常人能做到的，我觉得你不是专业的，你不会浪费这么多时间的你看这哥们说哪个博主，哎呀。我感觉你走的是王嘉尔的风格，当然不是王嘉尔的风格，我走的是他妈的正能量的对，听说弄鼻子冬天会很臭，不是我不知道，各位兄弟，百闻不如一见嘛，对吧？兄弟。任何事情你要眼见为实你不能说你听说的。不是，我感觉每一次直播完就好像我的能量被吸干了一样，你知道吗？就是每次直播，你知道为什么这么累？因为我直播前是向阳而生的是风情万种的。对，直播完之后我就变成呆逼了。我能理解，我感觉你这儿的直播间跟我的直播间的那个那叫什么弹幕不太一样我非常向阳而生。我操，眼睛都透着光！我一看到各位兄弟的评论，我对生活他妈失去希望了。我操！之前我哥们说我抑郁了，我说哥们没关系，我给你打个电话，打了30分钟，我他妈也抑郁了。那他那说话方式，谁跟他在一起都会抑郁的。对，不是为什么各位兄弟为什么各位兄弟这话听你讲了好多次了那你天天听直播，哥们，那你有没有脱单？有没有脱单？对，来你看一下，我撒个尿，你看一下，我看，妈的，我跟二郎神一样开天眼，3只眼睛看。点评展示面，哥们儿，展示面有什么好点评的？肯定是不满意的呀，兄弟，你不用看了，我对你的展示面肯定是不满意的不用看，肯定不满意。因为就是我觉得，就正常人能拍出来的东西，那有什么牛逼的呢？你要能拍出正常人拍不出来的东西，你也不会在这问我了。这妹容易被撬走嘛？如果说你是没有靠一些投机取巧，你是实打实的，你靠你的实力你去搞定的，跟他确定关系的就不会，就很难被撬走哪个平台都他妈一个平台兄弟，都一个平台。细软它大脑门还有救嘛？就烫个头发吧。细软它你烫个头发，把颅顶烫高，你把颅顶烫翘起来就好了。把颅顶烫翘起来就好了。
怎么还问我吃多少个的这个问题，兄弟？啊，这个造孽啊！数都数不了啊，这个问题。造孽啊！什么造孽？就是你给别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嘛，就是这种人。哦，哎，我就是什么没关系，各位兄弟啊，从明天直播开始就开始陆陆续续的给大家分享真正的干货了，因为两天前的那场直播呢就是跟大家聊聊天，今天也是聊聊天，就是跟我们的这些粉丝就是大概的意思通知一下，我们正式开始讲直播了，然后每天都不会断的，每天晚上都会持续给大家分享的，所以以后会给大家分享更多的干货。那现在呢，就是简单的聊聊天就行了。老吴开口更像文化人，哎呀，这是，都一样，都差不多，兄弟，跟你肯定差不多，也不是什么清北的，是吧？对，不是清北的，其他都没什么好说的。都不是说不牛逼，是清北是独一档，我觉得就是因为别人都是98、99，他考不了100，人家这些人考100是因为试卷只有100分，这就是区别。就像你就发现那些高分和那种次高分，顶美跟小美它之间的差距也特别大，就像普通985跟那个顶尖的名校比一样。对，看看你的展示面，公子。我最近半年都没拍过展示面了，因为脸没变。我打算过段时间把这个地方再打一下，然后把这个眼睛再打一下，然后颜值达到一个绝佳的状态，可能才会拍照。如果颜值不高的话，是绝对不会拍照的，浪费我的时间。一张照片如果不能让我提高一个档次的话，我会认为，但是我可以为了一张照片准备3个月，但是我绝对接受不了自己拍了10组照片，然后花了10天的时间，这张照片没办法给我提高咖位啊！这个，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知识点啊，各位兄弟，多交异性朋友，以后每次见一个陌生男生或者参加任何一个社交局，跟任何一个人见面，都带上一个异性朋友，坚持10次以上，所有哥们儿，你会回来感谢我的。坚持10次以上，你会回来感谢我，好吧？B 站几时恢复？你现在不正在听吗？他说的是你那个，就是那个号，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啊，我觉得号封不封，这我发的这些视频被封不是很正常吗？就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它就是会让大部分正常人他不太能接受，这也很正常啊。有的时候被封了不是很正常吗？你再换个号不就行了？我觉得老吴更好吧，樊公子感觉太激进了啊。那你抱老吴私教了吗？他抱你私教了吗？我不认识，我不知道啊。那他觉得你好干啥呢？他觉得你好，他也不抱私教，那这个好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叫好感，但是还达不到喜欢。那你为什么不走2性关系流程，给他吸引到位，收尾成交呢？我俩刚匹配嘛，没办法。那有没有可能他是嘴炮选手？他是线上聊 S？ 这种你知道有什么特征吗？都会说我不加微信，我来这儿只是看看就是你只要在社交软件上看到那种不加微信的，那会不会来到线下之后跟你说我只是来跟你喝个酒多了去了，只是出来见一见只是跟你聊聊天，只是想当朋友只是想找搭子。不是几个号一起直播有什么好奇的？各位兄弟怎么都跟好奇宝宝一样啊？为什么都跟好奇宝宝一样？这不是很正常吗？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只要我现在没有什么能让我觉得诧异的事情了。哎呀，我操！讲讲聊天框架思路。
啊，聊天框架思路。那哥们儿，你又每次都问这种笼统的问题呢？那你跟不同的人聊天框架思路也不一样啊，兄弟。这妹子是跟你同分，还是比你高，还是比你低呢？如果比你低的话，那你就框架就要很硬，说实话，就真的框架得硬一点。因为这些人我就发现分数比你低的人啊，他挺贱的。就很多低分男也是，很多哥们儿也是，他在遇到比自己好的人的时候，如果这个人对他脸色特别好，我跟你讲，太平易近人，反而这个就是比你低的这个人，他会不认可你，他觉得是不是自己看走眼了，所以你框架必须要搞得很硬，搞得很高啊。就是6.3以下的不要跟我谈什么低姿态。对，你要看这个人他什么类型的。就这个世界上怎么能有一个事情，一个复杂的问题是能通过一句话解决的呢？一句话回答得了，你得说具体的情况啊。老吴和樊公子谁厉害？武当少林怎么说嘛，兄弟？武当派和少林派哪个厉害，兄弟？而且这个武当和少林，我真不知道男女关系怎么能分个厉害。我只是一个社会学研究员，你是社会学观察员，我觉得风格不一样。不是这个没有厉不厉害，你都是每天在那琢磨，在研究。我只是个研究员，你怎么把我当成比武打比赛子了啊？这还能比个高下吗？怎么老是在这比？我看有客户给我发那个什么排名表排名，我这咋排的？我不知道他排名是怎么排，依据什么？怎么排的？这东西怎么排嘛？是找了1万个群众在那做那个表格填写嘛？打分填写嘛，然后统计了一个抽样调查的一个数据，是不是？严谨性在哪呢？科学性在哪？靠脑子去排的是吧？理解不了。老吴起的名字叫秦桧，就是不服公子。那我应该叫那个王爷，我不应该叫秦桧啊，兄弟。我应该起名叫王爷。你们两个的区别是什么？他叫秦桧，我叫樊公子，就最大的区别。我区别就是长相不一样啊，长相不一样，发型不一样，穿着不一样，人不一样说话声音不一样，名字不一样产地不一样产地也大规模范围内也是一样的，都是江苏的小区域里面不一样。长度也不一样，你1.73米，我1.67米。老公子的真是。你们俩年纪谁大点啊？老吴，我叫公子，你一听这名字，公子怎么可能年纪大呢？那我也不老啊，那我应该叫他妈中吴啊，青年吴。对青年老吴，285。对。对，就是这样吧。这个，我觉得也是直接过滤，因为是这样的，之前我都是用电脑直播的，我看评论看得不清楚。但是你看到这些，我才想到，原来我直播的时候有这么多哥们儿在这儿是这样。所以你那个发明挺靠谱的。我觉得你很多选择，包括你很多决定，真的很牛逼的。比如说你直播用电脑播这个，就不看弹幕，对，就真的我说我的，就真的是像讲课一样嘛。所以说才大家听的也津津有味，就是属于是双赢。对，也会过滤掉很多对这种评论。随便他怎么说，我讲对着手机，我也是，我自己直播对着手机，我很难注意不到这个脑残评论了，很正常。我也可以不注意，但是今天我觉得讲这些东西也没准备什么东西啊。这个其实我想到一个东西，牛逼的东西。我以前聊天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吧？我以前练习跟妹子聊天的时候，我就不看妹子回什么。我操，兄弟们，你知道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怎么练习聊天吗？我跟妹子聊天，我在发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已经在编辑下一句了。就是我只顾自己聊，我根本不管对方回什么。其实这个是非常好的办法，我跟你们讲，你们很多人就聊天没有成长，没有进步，是因为你太在意对方的回应了。
你太在意他回的快不快，太在意他的回复是好的态度还是坏的态度了。我以前练聊天，我是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咕噜咕噜咕噜就往外说，就跟直播一样，就跟直播不看弹幕，就光顾着自己讲那种感觉一样。哎，你看这哥们儿说，讲一点变帅的攻略，不是我不说，我一说你又说这个我普通人做不到，这个得花钱，这个多费劲，这个又累又苦。我觉得你，比如说你是我的私教，你是我的门徒，你都已经做好了要改变的准备了，那我再给你分享，就我说的话你能听，你能做，那就有意义。我说了你又不做，那不浪费时间吗？对吧？因为这东西，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很难，没有一件事情是简单的。都得费钱、费精力、费时间，都得他妈天天琢磨，日复一日，都得天天在那研究，对吧？在那不停的调整，咱俩慢慢的磨合，你才能把一个东西弄好。你说你光这个，我跟你说几句话，那怎么可能变那个呢？所以我会觉得，我一想到我跟你说，你听我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然后没用，我就不想说，你知道吧？点评一下，我点评过兄弟，你去我那个 B 站看嘛，我点评过。小明建模，对啊，我点评过的。我之前怎么点评的，你知道吗？我说就你游戏主播这个职业，你是一定会成为龟男的，一定会对你的女朋友产生那种依赖，然后最后把钱都给她的，因为你每天的工作，人家是3点一线，你是1点一线，你是就在家里，吃的都是外卖。每天睡醒了就开始工作了，下播了就开始睡觉了，就是你都不会离开你的房间，都不说离开你的房子了，就是二门不迈大门不出，你的人生你的生活的重心除了工作游戏，准确的讲就是游戏嘛以外，你就是你身边陪着你的这个女人了，哪怕她长得再像傅首尔，她长得再难看，她毕竟也是你身边的情感寄托啊，你养个狗还有感情的，所以你把钱给她也是很正常的。而且游戏主播收入很高，都是1年几百万甚至更多的几千万的。说实话，天天打游戏这钱没地方花呀。我要是每天都，比如说我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天天在家里坐着，我再多的钱我去哪花，我还不如给我老婆呢，对不对？是的。哎，我跟你说，程序员也，只要他的工作不是每天接触各式各样的人，对。然后比较封闭的人都会出问题。码字当然完了，你程序员一定不行。程序员他其实在我眼里看来，你各位兄弟你不要喷我。程序员和工厂打螺丝的本质区别在于，程序员干的干的这个事情对知识的要求比较高，门槛高，仅此而已。不是以前有说这个工业革命以前的那种磨坊，劳动磨坊工坊变成了现代的格子间了，以前的那个工人变成现在的那个上班族变成了白领，仅此而已。其实本质上没变，这些都是正当行业，工资也高点。如果你是我这样的思想，再配上你的正式工作，你就不会那样，因为你会想办法逃离。你知道，那就是一个挣钱吃饭的家伙。你的自己的所有业余时间还是干提升自己的事情的，但是正常来讲，你不会接触我，那你从事什么工作，你接触什么圈子，基本上你的意识形态也都是卡死在那儿了。怎么追到女强人？女强人我都说了，他们找男生就一个动机，叫他能带我成长。那他怎么判断你能不能带我成长呢？我那视频也给大家讲了。第一，你自己有没有结果？第二，你说话认知是不是比他高？就这2个点最重要。对，独立女性也是这样的，是直播啊，独立女性跟女强人就是一个道理，独立女性跟女强人就是一个道理，他们统称就是一类，只不过他赚米的，他赚到米的，他就叫这个女强人，他没赚到米就叫独立女性。怎么找到？女性只有3类吗？很多类啊，不是只有3类啊，很多类，很多类，
以后还会出视频吗？会，我在直播怎么不会出视频呢？我他妈没死，嘴巴又没，我没变成哑巴，怎么会不出视频呢？真的很恶臭，各位兄弟问的这些问题。我是社会学研究员，两性社会学研究员，各位兄弟，我给你分享的叫恋爱经济学。你问的这些问题，我很难回答你，好不好？怎么每次都就是每次你都，我真的想不通，你每次为什么要把这么多时间花在撩妹的撩、泡妞的泡、把妹的把这个字上，你不放在后面那个字上呢？妞妹，你为什么不放在这个女生身上？你把女生摸清楚了就可以了啊。你看又急你看又急又急。不是，如果说你说话是一首乐曲的话，是不是也有高调和低调？是不是？你调子高了，那就会说你急啊。底下的那个观众就会说这音乐家急了，因为他弹键盘的速度，弹钢琴的速度变快了，因为他的调子变高了，所以观众说他急了。对啊，不是，就是我说话不是说不能畅所欲言，是因为我。比如说我直播完之后我要录屏下来，对不对？录屏下来我要上传视频，那么上传呢，如果说它这个平台审核不通过，你说了一些违规的关键词，你这视频就下掉，等于我今天的时间浪费了，我白弄，懂吧？我希望这个东西像一个作品一样能够流传那么10年，所以我说话我要保证它这个平台的制度再怎么严格都不会把我这个作品给打掉，这样我1个小时是1个小时，我没有浪费时间，好吗？这个那个下次再给大家直播吧，好吧？下次再给大家讲吧，就是我就不跟大家说这么多了啊，不跟大家说这么多了，好吧？各位兄弟，来，所有哥们你可以添加一下我的私人微信FGZ606，所有哥们添加一下我的私人微信 FGZ606啊，找到我啊，找到我的这个私人微信 FGZ606。然后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咨询我，好吗？都可以找到我，好吧？可以把视频拆成3、4个，这样总有不浪费的。但是我不希望这样，我希望有一天我在很大的舞台上。面对全国的观众，我说的话都立得住，对吧？你自己要不停的校正，你表达的观点可以犀利，但是你的措辞你不能感觉粗鄙不堪啊。在点评社交软件，哎呀，点评社交软件，我只能跟各位兄弟这么讲，我之前，你知道我那个社交软件必吃榜有多火吗？就是我通过自己带这么多门徒啊，目前我已经发现我点评那些社交软件。必吃榜有1半已经跟我说的一模一样，就是他过来跟你说你点的评的太对了，是吧？你是不是了解我？是不是安了私家侦探在我家，是吧？对。之前点评一个女生，我说这个肯定是做艺考培训机构的老师的，她说她这个人肯定是偷偷调查我，知道吧？最近实战了吗？什么叫实战？我谈恋爱了，我去追求女生，跟女生相处了，约会了。不说了，浪费时间啊！来，所有哥们添加一下我的私人微信 FGZ606，连接到我本人，好吧？有什么问题我们微信沟通，如果你有诚意的话，那么我们在微信1对1沟通，好吗？这个现在就不跟大家讲这么多了，各位兄弟添加一下我的私人微信 FGZ606，找到我本人。
好吧？如果你真的有诚意，真的想认认真真的提升自己的男性魅力，找到自己心仪的女生，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更厉害、更懂男女关系，都可以找到我，好吗？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了啊，更多的时间我们放在这个微信沟通，好吗？拜拜。